你手里拿着什么？来人！夫人饶命啊，夫人！韩夫人还等着生孩子呢，可不能耽搁了呀！你若不说，我便叫人砍下你的手，送到你家人手上，而后再把你的皮扒下来，挂在你们家门前，叫你日日夜夜看着你家人是如何因为你而受刑罚。谢夫人饶命啊！是有人拿着我孩子的命威胁我，我才这么干的。那块金子是我用来堵住韩夫人产道的。快些挖出来，把它压下去。阿蜜妹妹，我怕是要不行了。若是我死了，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年哥。你混说什么？年哥是你的孩子，我如何能照顾他？你要振作起来，活着把孩子生出来。娘，听到了吗？年哥还小，他不能没有娘，你自己得先撑住了。你给韩大人做童养媳，吃了多少苦才供他考上状元？难道你甘心去死，把自己培养出来的丈夫让给别人，然后叫别人代替你享受荣华富贵，代替你和韩大人相濡以沫，代替你做孩子的母亲？丁香姐姐，咱们一定想办法把孩子生出来，一定有办法的。之前我送过丁香姐姐一只人参的。灵儿，你去库房取出来熬汤。你们先保住大人孩子的性命，我去请太医。阿姐，阿姐，对不起，阿姐，阿姐。阿簪不哭，我没事儿。浮云一别后，流水十年秋。君来随，君意，君走我不留。此生无托于岁寒两三游。阿姐，闲来年久。杨姨娘，你救我！你救救我！小人不想死啊，杨姨娘！生的山望不穿，清风过间有。那杨姨娘虽然可恨，可临走前我看她一直在辩驳，说不是她做的。我瞧着她不像是假装出来的样子，她好像真的不认识那个产婆呢。倘若我今日不在，韩大人不在，丁香姐姐又躺在床上，韩家上下漏得跟个筛子似的，岂不是任那产婆为所欲为？可杨姨娘要丁香姐姐的命做什么呢？还是直奔着一尸两命而去的？丁香姐姐死了，她有什么好处啊？左不过是杨家庶女，韩大人即便是死了发妻，也不会把她扶正吧？若韩大人再娶回来的新娘子可不会再惯着她，此事对她可是百害而无一利的。韩大人从不去理会杨姨娘，我不信他见过几面便对韩大人爱得死去活来了，怎么就偏偏今日陛下大发雷霆，把翰林院的朝臣全部都扣留了呢？杨姨娘怎么就知道今日陛下会留人呢？倘若此事真不是杨姨娘干的，那她栽赃给杨姨娘，将这番算计掩藏在后宅女子争风吃醋之下，是想做什么呢？两只秋，红丝巾青春风干后下酒。韩赞告假3日，在家中安心照料姚丁香。阿姐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韩某多谢夫人救命之恩，内子和小儿性命无虞，全仰仗夫人出手相助，大恩大德，韩某铭记于心，但凭夫人差遣。韩大人客气，您是朝臣，我差遣您做什么？我同丁香姐姐交好，自然是见不得有人欺负她的，韩大人不必放在心上。行了，你不嫌累，我还嫌呢。丁香姐姐身子可还好？王太医开了调养身体的药，现下好多了，劳夫人挂怀。此事虽是韩大人家事，但我到底不忍心看姐姐受苦，便冒犯问上一句，那杨姨娘您待如何？她是杨家女，还是曾侍郎所赠，虽杀不得，但我也不会，也不该轻易饶了她。
韩大人，您就没想过，此事若不是杨姨娘做的呢？不是她，还会有谁？那产婆入你韩府前，曾有人找过她，并给了她一大笔银子。我着人画出了那人的相貌，韩大人瞧瞧，可认识？二位可知此人是谁？我们暂时还未查到此人，只是我想着那人一击不中，怕再对丁香姐姐下手，才提醒韩大人一二。他素日里和同僚和睦相处，虽偶有争执，那也是公事，缘何会牵扯到家人？这些日子和他吵得最凶的只有那位曾侍郎，可是他没道理对他妻子下手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去，但愿洗去复活，但去。二位大恩，韩某永生不忘。二位留步。韩大人慢走。韩家清贫，他二人打拼至今全靠自己，在京中买房已是花去大部分积蓄，家中唯一的马车还是韩赞心疼姚天香才买的。日常自己出门，他舍不得骑马。看着韩赞清瘦的身影在寒风中踽踽独行，江蜜忽而生出一股难言的悲伤。权力之下，便是这般精才绝绝之人，也渺小如蝼蚁。怎么了？下雪了。下雪了而已，这么开心？是呀，我在江南只见过一次雪，下得可小了，马上就停了。你那绣花鞋容易滑，还容易湿。来，上来，我背你回去。夫君你真好。我那么好，喜不喜欢我？喜不喜欢呀，阿蜜？你像清风与我并肩。喜欢的。喜不喜欢呀，阿蜜？喜欢的。他在漫天飞雪之中听见春暖花开的声音。很快便到除夕，这一日皇宫会举办盛大宫宴，所有王公大臣诰命夫人都要进宫参加宴会。谢之让为三品官，江蜜便受封为三品书人。我差人新打了一顶，过新年便该用新的。今日是除夕，哪里就是新年啦？但见那顶珠翠冠上，颗颗圆润饱满的南海珍珠泛着柔光，只一颗色泽上乘的南海珍珠便能卖到近100两银子。这一顶冠少说也该7000两，他先前戴的珠翠冠多为500两一顶，1000两已是极为奢侈。竟想不到谢之让直接给他攒造一顶这般贵重的，太显眼了。这有什么显眼的？不过是几颗南珠罢了。先前陛下赏了一盒东珠，我是想着你不爱张扬，0两才叫人换了的，戴上便是，好看。江蜜听谢之让这么一说，忽而觉得这满头南珠也不算太过奢华了。那盒东珠便先在库房收着吧，等日后夫君加官进爵，我再戴它也不迟。哼，不过是几颗珠子罢了，有什么金贵的？金穗没了，明年还会继续上供的。你若不想太张扬，拿去绣鞋好了。那岂不是暴殄天物？给乖乖用的，怎么能算是糟蹋了？这厮竟会哄人。有一美人兮简直。行至分岔路口，江蜜要去拜见皇后和太子妃，谢之让要去拜见皇帝。按道理，江蜜和谢之让为御赐婚姻，成亲第2日该进宫谢礼去的。只是那几日皇后恰巧感染风寒，谢之让又困倦，懒得应付皇帝，故而被他推了此事。今日倒是江蜜第1回见皇后。
哪个是锦衣卫指挥使的夫人？回贵妃娘娘，臣父外子正是锦衣卫指挥使。你今日怎的不把那个东珠带出来？本宫央陛下许久，倒是让你得了去。娘娘，陛下宽厚，怜惜下臣，这才将一盒东珠赏给外子。可是我们做臣下的，该谨守本分才是。臣父不敢僭越，只将那盒东珠好好供奉在家，以谢皇恩浩荡。哼，你倒是牙尖嘴利。好了，谢指挥使乃是陛下近臣，赏一盒东珠也是应该的。恕人恕罪，恕人恕罪。元娘，我去更衣，一会儿便到。你先过去吧，不用等我。大殿附近有寿戏，你第一次参加这等场合，正好过去瞧个新鲜。晚了可该瞧不见了。姨母，您一个人没问题吧？我这么大个人了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快去快去。谢书人，从坤宁宫往大殿去有2条路，一条往太液池那边走，一条往梅林那边去。书人来的那条路再过去便是太液池，只是这些日子太液池冰封，那边路滑，奴婢便自作主张往梅林去了，还望书人恕罪。小公公思虑周到，没什么恕罪不恕罪的。谢夫人，往那边走一些吧，你身后有块假山石，当心磕到了。臣妇知晓了，多谢殿下提醒。臣妻呀，想一想便心里激动了。太子殿下，您在此处做什么？陛下正在寻你，您快去吧，莫要耽搁了。人间啊！此处梅花盛放，风景独美，本宫一时迷了眼，劳谢大人特意跑一趟来传话了。他是男人，最清楚太子看江蜜的是个什么眼神。再是伪装，谢之让也能看清太子眼底的贪婪和欲望。这话明晃晃是在和他挑衅，太子在觊觎他明媒正娶的妻子。事后离太子远些。我原也不敢和他有什么牵扯的。他能和谢文珠偷情，定不是什么君子。谢之让看着他白净面庞上灿烂的笑，没将太子的龌龊心思说出来。我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。你不一样啊，你是我夫君呢。哼，小嘴这么甜，岳父岳母还真没给你起错名。小太监怎么就偏偏领着江蜜往梅林那边去？太子怎么就那个点刚好在梅林？皇帝又怎么就刚好让他去找太子呢？皇帝一直想拉他入局，竟想不到他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。皇儿可知你高祖是如何过世的吗？高祖父他死于马上风。知道，便该谨记这个教训，不该惦记的人万不能动他。若叫人知道了你这番心思，那这储君为义，无要也罢。父皇他知道。父皇恕罪，多谢父皇提点，儿臣知错，日后定不再犯，绝不辜负父皇这片苦心。今日除夕大典，宴请群臣，皇儿该去和百官同乐。文武百官乃是父皇的朝臣，父皇去了，他们才会高兴的，儿臣陪着父皇便好。起来吧。姨不许喊。谢大人，谢谢姨姨。几岁了，哭哭唧唧的。走了。姨姨和姨父真好。除夕守岁，江蜜和谢之让身为谢家宗父宗嗣，是不可以提前休息的。只是全家人都知道谢之让嗜睡，没人敢强留他。江蜜不睡，谢之让索性也不回去了。京城有守岁熬夜的风俗，
还有除夕睡觉使人来年身体虚弱的说法。谢之让是不信的，去岁早早便回军景轩睡下，也没见他今年有哪里不好。但阿密身子弱，还是守着吧。夫君，明日还有朝会，又该早起，先回去睡吧，我陪你。走，我带你去点爆竹。从前在江南，家中守岁的鞭炮是只能由男丁点的，鞭炮迎神纳吉，辞旧迎新，她这等女子是不配的。点着了，点着了，快跑呀，夫君！乖乖，你这胆子也忒小了。我害怕呀，夫君你陪我玩好不好呀？行，这爆竹放地上玩多没劲啊，拿在手里才好玩呢，你试试。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哎，小兔崽子，找打是不是？二哥要来一起玩吗？这府里有多久没这般轻松畅快过了？和睦夫妻家道旺，元娘和让哥这门婚事当真是好极。征旦朝会祭祖，正月走亲访友。侯夫人出身北平王府，其母亲出身宗室，和清溪郡主的父亲雍亲王乃是堂姐弟，故而侯夫人和清溪郡主还是表姐妹。有这一层关系在，侯夫人便带着江蜜去曾府拜年。程玉，我家大郎后继有人了呢。这可是大好事儿啊！几个月了，胎做的可安稳？刚好3个月，也叫你沾沾这喜气呢。你家让哥，子嗣一事看缘分呢，想是缘分未到，不过也不急。我家元娘和让哥儿年纪都小，且再等等吧。她嫁得好又如何？还不是夫妻离心。生得好又如何？长子早逝，幼女夭折，唯一的儿子不还是没有后嗣？林承玉压了他一辈子，可哪能事事都如了他的意？那昭林寺的求子菩萨十分灵验，你不若带着你家儿媳去拜一拜。求医问药或许要比求菩萨来得更加管用。这人不是先前摇丁香生产时买通产婆的那人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这清溪郡主和丁香姐姐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谋害丁香姐姐的性命呢？韩赞身为读书人，极为爱惜自己的名声。我知道他和曾方海不是一路人，故而在追查漕运贪污一事时，我提醒他勿要因为曾派脏了自己的羽翼。估计是因为这件事，韩赞和曾方海闹僵了，还试图同他撇清关系。韩赞此人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，连杨氏都无法笼络他的心思，故而想着直接取了姚氏性命，之后再许配给他一门亲事，靠裙带关系把他绑在自己门下。此等后宅之事，曾方海不想插手，便交给他的妻子处理，想来应当是如此。那可是2条人命啊，他们怎么下得去手？对付不听话之人，他们有何下不去手？那一群人个个标榜自己忠贞仁义、正直清白，在朝堂之上屡次抨击他这个奸佞小人。他是真小人，他们一群伪君子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满嘴仁义礼智信，通身温文恭俭让，干的却是寡廉鲜耻、苟智不若之事，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。夫君，他们这般心狠手辣，你先前查曹良一事查到他们头上，现下又和韩大人掺和在一起，他们不会对你下手吧？我是陛下的人，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的。阿密这么胆小，若叫他知道他要同太子斗，同皇帝斗，只怕要心惊胆战，夜不能寐。这些龌龊事儿便叫他处理干净好了，不要污了他这双眼。夫君，我知晓你很厉害，但独木难成林，你若觉得哪家大人比较适合结交，我便去拜访拜访他家的家眷，好叫他们吹吹枕边风，如此你也不至于在朝堂上单打独斗。好，那日后还得仰仗乖乖多帮我一些。
这故事曾卷作笑谈书，烛光灯影里有几过客，他服下选择为他谢少夫人，心岁平安。心岁平安，石姑娘，令堂身体可还好？多谢少夫人惦记，佳慈身体挺好的。这是我亲自调配的胭脂水粉，绵薄之礼，聊表心意，还望您能笑纳。石姑娘竟会自己调配胭脂，粉色娇嫩如桃花映水，我竟从未见过。少夫人您太抬举了，这7两银子是我这些时候攒的，先还给您。石姑娘，我知道你是守信用之人，剩下的银钱不着急，慢慢攒便是。我相信凭石姑娘的努力，一定能带着令堂过上好日子的。哎，少夫人，门口有位妇人称是石姑娘家的邻居，她说有人去石姑娘家闹事儿，叫石姑娘快回去看看呢。屈怀英昨日随谢之让出京捉人去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谢之让是屈怀英的上官，更是他好兄弟。江密有必要庇护石松兰1、2。石姑娘，我同你一起去看看吧，坐马车去更快些。多谢少夫人。居然打起我家姑爷的主意来了，我呸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好端端的正头娘子不当，竟上赶着给人家做没名没分的外事。我告诉你，便是怀了孩子，屈家也不会让你女儿这种不要脸的东西进门。滚滚，哼，继续给我砸！住手！这是我主人家的私事儿，还请这位夫人莫要多管闲事。我家少夫人做事还容不得你来智慧，不知你是哪家府上的下人，行事作风竟这般跋扈。我家姑娘乃吏部右侍郎李大人之女，也是定国公府2公子屈同之的未婚妻。屈怀英有未婚妻？这位夫人还是离这小贱人远些的好。倘若叫屈同之知道你让我家姑娘受了委屈，夫人便该知道锦衣卫的厉害。锦衣卫乃陛下亲长，监察百官，拱卫皇城。你这一席话，倒像这锦衣卫成了屈大人的私兵。我竟不知这世间还有这般坑害自己未婚夫的女子吗？你再敢拿手指我家少夫人，我便代替李府好好教教你做下人的规矩。你到底是谁？宁安侯府世子夫人。今日之事或许是有误会，如你这般上来一言不合就砸了人家的家，总归是不妥当的，还不帮大娘和石姑娘将家里归置妥当了？是，这肯定是误会，误会。回去我便同我家姑娘说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儿。今日之事，多谢少夫人出手相助。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你和屈大人只好色，耳目少爱。但我同屈大人身份悬殊，我虽出身卑贱，但也是清白人家的姑娘。松兰不愿做那攀附权贵、没名没分的外室，更不愿去入府当她的小妾。兰儿，屈大人，您既已同李姑娘结亲，便该同我保持距离。我和她没关系，我不知道有这门亲事，也不认识那个什么李家姑娘。我待你是真心的，兰儿。我回去便和我爹说清楚，我不娶李家姑娘。这些钱你拿着，好好把家里修缮一下。屈大人，我只娶你。从石家回去，屈怀英和他父亲大闹一场，却被押进祠堂家法伺候。他心急如焚，想去见石松兰，却因身上有伤，被老祖宗拘在家中养伤。堪堪能下床，便跑去见石松兰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屈家早趁着这功夫上门将人羞辱一番，将他母女2人驱逐出京了。
谢少夫人，此一去山高水长，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。先前我就在京中，您不肯收我的欠条便作罢，但此时我迫不得已要离开，这欠条万望您收下。待此事风声过后，我一定会将银钱如数奉还。石姑娘可想好要去哪里？总有一处能容下我们母女二人的。石姑娘，早先你来同我送胭脂，许多颜色都是我不曾见过的，连玉华楼都没有售卖。我在江南有间铺子一直空着，若你没有其他打算，不若去江南帮我开间胭脂铺，我只出铺子和银钱，你负责制胭脂，由此挣到的银钱，你我一半一半。若姑娘愿意经商，我也可以再给姑娘让利2成。我是真心觉得姑娘的胭脂能卖好价钱，还请石姑娘仔细考虑一下，你觉得如何？少夫人既然如此看好，那松兰便斗胆试一试。只是我的方子只占4成，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同母亲出发了。此去江南，不知何时再相见，望珍重。我想同你交个朋友，可好？我姓江，单名一个密字，乃家中独女，你可以唤我元娘。元娘，松兰，珍重，珍重。松兰者，插地而活。开门！开门！我要见你们家世子爷！谢三儿，谢三儿，快出来！叫魂呐！老子让门夹了你，大晚上跑到这儿来撒什么酒疯？三儿，我找不到他了，我找不到他了。我不认识什么李家姑娘，我不想娶她，我就要我的兰儿，可我找不到她了。谢三儿，我姨娘死得那么惨，她都没去看过她一眼。你说这世上怎么就会有这样的爹爹呢？他从未管教过我，凭什么想插手我的婚事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翌日早朝，督察院御史弹劾锦衣卫指挥同知屈怀英放浪形骸，于夜尽之时游荡街头，参奏5城兵马指挥司渎职，未尽巡守之责，请陛下严惩。谢卿，这是你的部下，可有此事啊？禀陛下，确有此事，但这是微臣故意为之。锦衣卫正缉拿要犯，特命屈同知做出醉酒状，在大街上游走，引嫌犯上钩。那便是督察院误会了。陛下，您不能听信谗言呐！谢之让之鹿为马，颠倒黑白，妄图欺瞒圣上。陛下可是明君，朱御史此言，莫不是说陛下偏听偏信，实乃昏君？你胡说！好了，既是误会，说开便是。谢卿记得下回提前同督察院大声招呼。臣启奏翰林院侍讲韩赞韩大人，多次上书自请外放，奏折却被内阁按下不表。谢大人，此等小事，难道也值得放在朝堂之上，浪费陛下以及文武百官的时间吗？小曾大人，官员任命都是小事，那在你眼中还有什么是大事？回禀陛下，韩世讲3元及第，乃天纵奇才，自以为该留在翰林院好好做学问，为陛下分忧。老臣一片惜才之心，想韩世讲年轻一冲动，这才将奏折按下不表，臣绝无二心。哼，韩世讲孩子都生了2个了，在曾大人眼里还年轻呢。曾大人不若辞了官当奶娘去吧，定是能将孩童看护得严严实实的。
曾方海知道他暗戳戳在指什么事情。此事容后再说，先商议春耕一事。看你那做的像个什么样子？陛下，您怎么跟我爹似的？朕若有你这么个儿子，得少活10年。你怎么什么话都在朝堂之上讲？微臣就那么个性子，改不了。让你底下的人都注意点，再有下次，朕可不管你了。是啊，多谢陛下替我兜着呢。韩赞那事儿，曾想拉帮结派，韩赞只愿做纯臣，不想掺和他们的事儿，便想外放做个地方官，替陛下做点实事。你同韩赞？托陛下的福，臣和韩赞一同为皇子们授课，一来二去有了些交情。但你同朕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先前听陛下说过几句，言内阁权力越来越大，微臣是想借此事替陛下分忧，自作主张，还望陛下勿怪。这计谋是成了。有你这般贴心之人做朝臣，朕放心呐。细算人生这一路，尝尽多少疾苦。少年时不思蜀，大好时光都虚度。皇帝思虑几日，允了韩赞的请奏，调他为苏州府太仓州知州，从5品。说是升官，但一个散州知州的地位只比知县高上那么一点儿。于韩赞这个3元及第的翰林院侍讲而言，实则乃是明升暗贬，出去容易，回来难。韩某得以外放一事，多谢子夜兄相助，这是何意？我怎能要你的银子？你自己寒酸便罢，难道还想带着妻儿和你一起吃苦吗？可不是白给你的，等你回京要尽数还我的。这笔钱于韩赞而言，确实能解燃眉之急。翰林院是清水衙门，年俸120担，在京城买一座小宅子，已经是花了多年积蓄，也收不回多少本钱。此刻的韩赞确实是囊中羞涩。子夜兄缘何做这等臭名昭著的佞臣？我观子夜兄为人仗义，难道想一辈子背负骂名吗？只有鬼在光下才是没有影子的。韩赞此人云心月性，秋月寒江，信奉的是君子之道，所求的是天下大道。他渴望海清河晏，所以早前他对谢之让这样的奸佞感到厌恶。可是没有谁生来便想做那样人人喊打的鼠辈。谢之让做锦衣卫，想来也是迫不得已吧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还请子夜兄和嫂夫人留步。夏风有心听鸣蝉，树柳迎拦腰山。夜上初阳，甘肃雨，水面情缘。你刚才同韩大人说什么了？他怎么对你又是愧疚又是感激的？不过是给他借了点钱罢了。他知道这厮竟会诓人，若他打定主意要哄人，那韩赞估计是连裤衩子都得被他骗走的。3月便要春猎，皇帝出巡，你又该忙得没时间睡觉了。那香丸可还有多的？今年春猎就在南苑，省下不少，那药没了再向皇帝要便是。他巴不得我多用一些。乖乖，你答应我要让我为你作画，你说冬日冷，一直没履行诺言。现下都春日了，天气回暖，再怕冷，我便叫下人在暖阁点炭火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下上陪我作画吧。晚风捉住绝少开，昨夜晕染下。他愿修行神仙下凡落。两东窗棂，面
星火不萤火桥上，没有四个八的天啊，润滑。太阳呀，看着花，我从来放不下。看云看月，看警察。浊酒醉上，花开昨夜晕染明月下。雨中心深你先看我。乖乖，你怎么那么容易害羞啊？外面星火不萤火加上。春猎为搜，并不大开杀戒，故而此趟去南苑，与其说是狩猎，不如说是皇帝带着朝中大臣及其家眷去春游。你们先把床铺铺起来，再过会儿，世子应当要回来歇一会儿的。怎么拿的是双新鞋？世子今晚要巡夜，路走得多，新鞋磨脚，该拿双旧鞋的，换一双吧。啊，对了，记得晾些温水，把水囊灌起来。你就这般要吃？饿死鬼投胎不成？亏得你还是姐姐。丸姐儿，难道就不能让一让弟弟吗？当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阿婉不怕，不知几位夫人是？我们乃是婉姐儿的舅母。是吗？你们这一个个咄咄逼人的样子，我还以为是同我家婉姐儿有什么仇呢。都说娘亲舅大，你既说娘亲舅大，怎么不说姐死门砍断啊？任夫人生前，你们待我家婉姐儿并不算亲近，便是我和我家世子都不曾这般训斥婉姐儿。你们冲的什么长辈款，摆的又是什么长辈架子？真当我宁安侯府没人了不成？你既要同我摆世子夫人的架子，可得把这位置坐稳了才是。当初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谢指挥使迎娶的是王家姑娘，亲事都定下了，临了了才换成你这江南来的小门小户之女。你在这里充婉姐儿的三婶儿，替她胡乱发作人。殊不知啊，那谢指挥使正和王家姑娘在一块儿，亲密得很呐。我本不想以示压人，可你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我便要好好摆一摆这世子夫人的架子的。我既是宁安侯府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，是得了诰命的三品书人，诸位怎么不同我行礼呢？我同我家世子的亲事乃陛下御赐，世子敬重我，也感念陛下恩情，又怎会休妻另娶？那岂不是对陛下的大不敬？没影儿的事儿，你也敢在这里瞎说？既是损坏我家世子同王姑娘的清誉，也是抹黑我谢家在陛下眼中的形象。难道你是对我夫君心怀不满，想故意坑害他不成？你别胡说八道，我们对谢指挥使尊重都来不及，怎会不满？我夫君同先世子手足情深，婉姐儿作为大哥的血脉，由不得你们这么作践。倘若你们任家再借着长辈的名头来欺负婉姐儿，我们家世子可没我这么好讲道理了。你还想如何？如何？做错事情难道不该和苦主道歉吗？他也不怕折了寿。有我家世子撑着，什么牛鬼蛇神敢折了婉姐儿的寿数？几位夫人尽管把心放回肚子里去吧。谢婉看着这些曾经打过他、骂过他的人，此刻同他道歉，哪怕知道他们心不诚、意不正，压在谢婉心头多年的大山，还是顷刻间轰然倒塌。没关系的，阿婉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溥仪爷爷说了，阿婉的嗓子是好的，咱们总有一天会说话的，不怕。
王姑娘，这满京城姓王的人家里，能配得上谢之让的，怕是只有那永顺侯府了。都是勋爵人家，江蜜自然是在宴会上远远见过那位王姑娘几面的。那位王姑娘柳斗花娇，态浓意远，清素高雅，宛若9月菊花，举手投足间皆是大家闺秀的淑女风范。谢之让同她想什么呢？阿蜜啊，陪我睡会可好？头疼。谢郎亲启，谢郎与君阔别已久，思之念之，辗转反侧，无心戚戚。君前书弱水3000，只取一瓢，吾甚喜。然思君与吾终不得见，又以为悲夫。家父家母欲为吾择婿，吾心系郎君，私心不愿。奈何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终不可违抗。吾当如之何？若君心不移，吾自当尽力，以求白首不分离。若君心旁落，则一别两宽，各自嫁娶，永生不复相见。他同别的女人说弱水3000，只取一瓢，那他江蜜算什么？他细细回想这段成婚以来的日子，他似乎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心悦欢喜，反倒是他这个应该死守本心的人，在谢之让一句句甜言蜜语的攻势下，把心交了出去。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他们乃是陛下御赐的婚事，只要他哄着他，顺着他，谢之让轻易不能休了他。以后若要过继子嗣，那也该过继到他名下。父亲、母亲还有老夫人那里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想来也会庇护他一二。情分，谢之让待他究竟几分真几分假呢？是否是见逗弄他好玩，他才愿意哄他一二？怎么了？夫君，我昨日见到好几位大家闺秀，风姿绰约，其中永顺侯府的王姑娘最为出众，我想着同她结交一二，夫君可认识？不熟，你问她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想着王姑娘也该到嫁人的年纪了，便想着能不能结识一二。她应当20了，是该嫁了，提前认识认识也好，以后也能有几句话聊。发什么呆呢？没睡醒吗？没有，我去盥洗了。弱水3000，只取一瓢，水都喝了，想来是不会连嘴儿都没亲过的。20了，该嫁了。他只晓得这般一清二楚，那应该是做好被父亲家法伺候的准备了。提前认识，能有话聊，想他们妻妾和睦，让他享其人之福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。老夫人，陆大人，哎呦，您年纪大了，您可悠着点儿呀，陆大人。李大爷，救人如救火，内子还等着您救命呢。若没猜错，这位陆大人应当就是内阁首辅文华殿大学士陆文元。陆大人，本就是随手相帮，我想任何一人见到陆老夫人摔倒在地上，都会搭把手的，您这是折煞我了。她是哪家府上的？若没记错，应当是宁安侯府的那位世子夫人。这般心善的姑娘，配给谢之让那等奸臣，当真是可惜了。方才我瞧见她鞋子鸟头上串着2颗东珠，那东珠是宫里才有的玩意儿，到她这里竟也只是绣在鞋上，为了好看。这位姑娘啊，那定然是极得那位指挥使的心意的。
还知道爱重敌妻，倒也不算是彻头彻尾的见血之人。那个丫头是个心善的，正好郎儿在，明日我同郎儿亲自登门道谢。谢少夫人，又见面了。想不到公子竟是陆大人之子，那日是我失礼了。昨日之时，听家父家母回去说了，陆某多谢谢少夫人施以援手，若非夫人相帮，恐家某有性命之忧，还请夫人受陆某一拜。陆公子客气了。你们之前认识？说不上认识，只是之前在护国寺见过一面。陆老夫人，方才听您说夜间睡得有些不安稳，这是我自己做的香囊，有安神镇静之功效。若老夫人不嫌弃，便拿回去挂在床头试一试，兴许能有些用处。我闻此香甚妙，初闻清新宁静，使人仿佛置身月下旷野，再闻若有清风拂过，就在冷意渐起时，又有安息将人包裹，渐渐回暖。想夫人于香道一事颇有造诣，陆某恰有一古方，却有一味香料如何都配不上，不知夫人能否指点一二？姜蜜艾香，往常空闲之时也会配香来用，多只得他人一句好闻，却是第一次遇见陆师郎这般识香懂香之人。陆师郎，怎么护国寺的风水压不住陆公子早逝的命格了？陆师郎1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，大师批命说他是大富大贵的短命之相，须得在香火旺盛处清修，以压制这命格。多谢谢大人关心，陆某这命格破了。哼哼，命格破了便好，那陆某同家母便不叨扰了，再会。可别再会了。做什么？你不准见他。他和那王姑娘便是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，在信纸上互诉衷肠，说什么弱水三千只取一瓢。到他和陆师郎这里，清清白白两个人，倒像被他捉奸捉了个正着似的，真是可笑。你生气了，因为陆师郎？没有。你在因为别的男人和我闹脾气？我说了没有。夫妻俩冷战了。他错了吗？那陆师郎眼珠子都要粘到他娘子身上去了，阿密还拦着他，不准他说陆师郎的坏话。他让两个人不要见面，有什么错？全是那陆师郎的错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他做的不妥当了，难道姜蜜就不能直接说吗？还是说得到了就不再珍惜？他已经不愿意再花费心思来哄自己了。魏明，去看看少夫人在干什么，偷偷去，别让人看见了。少夫人在准备晚膳，还熬了碗莲子羹，没您的份儿。指挥使，陈大人请您去一趟。蠢货，见天跑过来叫我，有这功夫多给他爹烧点纸，去叫他托梦来。说少夫人派人来问，便说我临时有点事，一会儿便回来了。是大人。他这次最好是真有事儿，不然他非得削了陈信不可。少夫人可有派人来？没有。没有？一次都没有？一次都没有。好，第3天了都不来找他是吧？用膳也不管他，睡觉也不叫他，他还记不记得自己有他这么个夫君啊？魏明，你去少夫人那里看看。哼，这个小混蛋，没良心的小白眼狼，他这次绝不会轻易放过他，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，哪怕他求饶，他也……大人，少夫人睡了，标下在院子里听，她有点咳嗽。生病了？是了，乍暖还寒的时候最容易着凉，
那天他还把自己的斗篷解下来给别人穿，肯定是吹着风了。他生病，身边却没人照顾，还要和他置气，他不该和他生气的。他明知道他的阿密就是一个乌龟性子，胆小得很，戳一下就会把脑袋缩回又厚又硬的壳里。他好不容易才和他说喜欢他的，肯定是那天他态度强硬的让他二人不准再见面，让他觉得自己不信任他了。他没有给足他和自己闹的底气，是他的错。你来干什么？怕你冷，回来看看。夫君。从背后抱住一个人，这是他最讨厌的姿势。在他心中，这样的动作意味着他要走，而他在挽留。他厌恶这样即将面临失去的惴惴不安和不确定感。阿米，你在留我，对不对？对不起啊，阿米，我不该同你置气的。我没有怀疑你和陆十郎有什么，我只是见你们二人志同道合，聊得开心，心里很不痛快罢了。我不是因为这个和你生气的。阿米，如果我做错什么让你不高兴了，你便只管和我讲，我都会改的。我猜不到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别一个人生闷气，好不好？谢子夜，撇开你我之间的夫妻身份，你可心悦于我？我爱你，江米，在这广阔世界，我只爱你。你只爱我？那你和王姑娘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，你是不是对每个姑娘都说这样的话？王姑娘，他忽然想到二人吵架之前，江蜜便问过他王姑娘的事情，难道他那时候便已经在同他置气了？我和那王氏一点都不熟，说过的话加起来没超过10个字，更不要说什么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了。那信是怎么回事？信？那是王氏写给谢之言的，不是写给我的。他写给二哥的情书怎么就能给你呢？你莫不是在哄我？我哄你做甚？那确确实实是给谢之言的。京中都在传，倘若没有我横插一脚，那王姑娘便是二哥的弟媳，他俩怎么能有私情呢？这不是乱……阿蜜，你我是天作之合，命定良缘，怎能说是横插一脚？哎呀，你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可别想轻易哄了我去。我哪敢哄你呀？你一生气，我环儿都要被你勾走了，可不敢骗你的。原来这王仪真和谢之言乃是两情相悦。谢之言请母亲去永顺侯府提亲，但谢二夫人怕误他前程，便说待他金榜题名之时再去向王家提亲。谢之言虽失落，但答应了母亲的要求。二人偷偷见面几次，但发乎情，止乎礼，谁也没有逾矩。某次二人私会时，不小心被外人撞见，偏偏那群人之中有一人对王仪真爱而不得，心生嫉恨，抓着此事非要闹得二人名声尽毁。谢之言连忙将王仪真藏了起来，矢口否认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王仪真不慎掉落一块香帕，还被人捡了个正着。谢之言怕王仪真失了名声，被家中责罚，只得谎称那帕子是青楼继子所留。可巧的是，谢之让和屈怀英也在那处。一时间，谢家人只以为是谢之让带坏谢之言。父亲肯定打你了，对不对？哼，他那个老古板，听到我侠妓还带坏家中兄弟，可不是要打我吗？那你到底有没有和青楼女子不清不楚的？我第一次什么样，你不是最清楚的吗？都那么久了，你羞什么？也不怕把自己给闷死了？那之后怎么又是你同那位王姑娘结亲了呢？王氏美名在外，祖母想聘她做谢家妇，原先是说要给谢二的，但想着她身体弱，不好太早成家，便把她说给我了。待我知晓他二人两情相悦时，木已成舟。他说他想求娶王氏，但家中怕传闲话，便没答应。之后大哥和祖父接连去世，我要守孝，便推迟了婚事。再后来谢氏一族两家决裂，更顾不上成亲。我没想掺和他们两个的事儿，
正要上门退亲，便接到了陛下赐婚的圣旨。你同二哥有下戏，是不是就因为这件事儿啊？他害我白挨一顿打，我心里自然不痛快。虽然他解释说不是我带他去侠妓的，但他这个人一问三不知，我爹可不就以为是我逼着他这么说的吗？于是当我打得更狠，我就以为他是装可怜，故意想看我挨打呢。现在倒是能理解他一二，若换做那个人是你，我也舍不得你挨骂。夫君，你疼不疼啊？哼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当然不疼了。我知道呀，我是在哄15岁的夫君。从小到大，就因为他是家中异类，多少坏事分明不是他干的，却也安在了他的头上。他挨了打，鲜少有人会问他到底疼不疼，便是母亲也多是嘱咐他下次不要再犯错。谢之让心里怎会不委屈？可一个男人哭哭啼啼像个什么样子？他便将那些委屈全都藏在心底，面上却是更加乖张放肆。从来没有人说我哄哄你，江蜜是第一个。云外青山鸟。我15岁的时候，阿蜜才11岁呢。我在家被老头子压着打，你在做什么？11岁的江蜜不过是个小丫头片子，15岁的谢之让能对她有什么想法呢？可偏偏是18岁的江蜜嫁给了22岁的谢之让，那么一切都是刚刚好。何处能我怕时间太匆匆，只是一次穷，我怕现实一场梦，我怕肉就会变老，我怕情人在里。谢卿近来可是遇到了什么喜事儿？微臣前段时间惹内子生气，这些天刚把他哄好，得了他的好脸色，臣自然高兴。家人在侧，是该高兴。下去吧，同他们一块去玩玩。陛下身侧，不可无人。无妨，你尚未有后，还是个孩子呢，玩去吧。只是记得收敛些，别欺负了人。那陛下，臣既然下场，便想同您讨个彩头。当朕是你的司库不成？3不5时便要敲诈一笔，这次又看上什么了？臣没什么想要的，陛下随意赏之宝簪，好叫微臣拿去借花献佛，讨内子欢心。陛下，您都不心疼臣妾了？之前那盒东珠，臣妾同您讨了那么久，您都不给臣妾，这次又提什么宝簪？陛下可别又将臣妾想要的那只赏给谢大人了。爱妃想要的，等朕回去便让凤姬把它给你送过去。只是朕怎么听说，因为一盒东珠，爱妃同谢卿的妻子闹了些不愉快。太子啊，谢卿武艺高强，你可该跟着他学习一二。陛下，您抬举臣了，太子乃国之储君，
微臣比之万万不及。谢指挥使过谦了，父皇，儿臣一定向谢指挥使好好讨教学习。娘娘不该去寻内子的，下回直接找我便是。是怕本宫吃了他不成？他胆小，我没告诉他。本宫直接寻你，未免也太扎眼了些。宫里有我的人，谢大人有安排便好。前些日子，本宫同陛下提了抚养七皇子一事，陛下起初不答应，但近来隐隐有松口之势。若能再烧一把火，不必我们出手，自有人来点这把火。大人，少夫人往这处来了。娘娘只等看戏便是。你在这里同哪家姑娘私会呢？王氏一封写给别人的信，都叫你同我生气了那么久，我哪敢和别的姑娘私会啊？是贵妃碰巧遇到罢了。你讨厌死了，口汁花了怎么办呢？我替你瞧瞧，口汁花了没有？你闭眼。你低下来一点。干什么？阿蜜啊，好了没有啊？亲我一口，还拿走我的帕子，是不想我擦脸吗？哼，谁叫你总是捉弄我呀？衣领子上可还有呢。指挥使大人，自个儿想法子弄干净去吧。大人，要找水来清洗吗？洗什么？回去换件新的。戴印子这件我要留着挂起来。真是没眼瞧啊！他那日是不是不该骗大人说少夫人咳嗽啊？少夫人，大人坠崖了。指挥使坠崖之后，属下们便四处搜寻，但尚未找到指挥使。那群人不多，是冲着七皇子来的，但当时七皇子的马不知为何突然发狂，指挥使为了救七皇子，不慎坠崖。七皇子呢？他没事，此刻正跟在魏明大人身边找指挥使。你即刻带一队人马护送七皇子回行宫，并将此事禀告给陛下，请他派兵搜寻指挥使。走的时候记得同诸位殿下走2条路。是，少夫人。去世子坠崖的地方，谢之让什么性子，他最是清楚不过。他绝不是愚忠之人，更别提会为了救七皇子而豁出性命。他既然这么做，那定是有他的目的。他说过，谢家不愿参与皇子夺嫡，可现在却掺和到太子和七皇子之间，这其中必然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。皇帝一心想扶七皇子同太子争斗，以此稳固自己的位置，所以那些冲着七皇子去的贼人，极有可能是太子派去的。太子怎么样？还是找不见。少夫人，大人没事，还请您放心。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夫君他魏明，你叫他们一定要仔细搜索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平身，谢信如何？可找到了？陛下，臣妇尚未找到外子，还请陛下派兵增援，到崖底下去搜找。你做什么？谢指挥使杳无踪影，你添什么乱？父皇，儿媳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话直说便是。儿媳娘家还未从宁安侯府脱离出来时，儿媳见过宁安侯府训练死士都会在他们身上刻下这个印记。这几名刺客是宁安侯府的。谢之让胆敢谋害皇子，狼子野心，罪不容诛，还请父皇下令捉拿谢之让。谢家对陛下绝无不臣之心，更从未豢养过死士。2年前乃是因为牙兵愚智而受陛下教诲，若仅凭一个印记便断定这些人出自宁安侯府，而淮阴侯府同宁安侯府同出一族，那臣妇是否可以妄加揣测，说这些刺客乃出自淮阴侯府？我身为世子夫人都不知道他们脖子上会有这个印记。从前训练牙兵之责是交在你们淮阴侯府这一脉手上，太子妃娘娘知道的这般清楚，难道是你们在偷偷豢养死士吗？陛下，外子对您忠贞不二，绝无谋害皇子之心。如今他生死不明，还请陛下派兵搜寻。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在陛下面前胡乱攀扯？娘娘既然知道这是胡乱攀扯，那么说这些刺客出自我宁安侯府，
总该拿出些确凿的证据来。单凭一个印记，我空口说他是李家的、王家的、钱家的，又有谁会信呢？豢养死士乃是死罪。他原先想着，这回不盯死谢之让，也该叫他们脱下一层皮来。千算万算，倒让他算漏了一个江蜜。不过是一只飞上枝头的野鸡，竟敢骗他，活腻歪了不成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子想对七皇子动手，陈同之被他们收拢过去。大人察觉到他们的动作，原想借此机会清理门户，再为贵妃娘娘抚养七皇子一事添点火候。不想太子等人提前动手，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大人顺势摔下悬崖，吩咐属下和您通气儿，并于虚实证传信于属下。只是不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大人还未传信来。太子要对付他，陈信也不是个忠心的，他腹背受敌，定然十分艰难。他什么都不和他说，若非此次临时出了意外，他不定要瞒他瞒到什么时候。谢之让等他回来，他非要狠狠打他一顿，才能解心头之气。江蜜心心念念的谢之让，此刻正躺在碎石滩上，一帮狗杂碎，还真是冲着一击必杀来的，居然下毒。阿蜜现在应该很害怕吧，也不知道他哭了没有。他那么胆小，肯定哭了。说是不想让他忧心，结果还是让他跟着担惊受怕。他还真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。阿蜜，阿蜜。昨日你提什么死事的事情？好好一盘棋，全让你给搅乱了。我是想着那一家子还有块丹书铁卷护着，好叫他们翻不了身的。蠢货，脑子不好使，肚子还不争气。我娶你回来有什么用？你要是再生不出来嫡长，休怪我在外人面前下你的脸面。殿下都不宿在我这里，我如何能生孩子？我不宿在你这里，你为何不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？如你一般死鱼一样躺在床上，当真是无趣之极。放开我！殿下去哪儿了？殿下他带走了一个小丫鬟。等殿下走了，给那丫鬟灌一碗绝嗣汤。是娘娘。瞧，就是她。哎呦，瞧这水灵灵一小丫头，可惜了呀。可惜什么呀？她丧父丧母，命格不好，说不定那一位是被她克死的呢。原来是个丧门星啊！谢家尚未发布告，你们倒是聚在这里奔丧来了，在背后说这些胡话，怕不是想让人戳烂你们的脊梁骨？诗经有云：腹有长舌，为利之阶。诸位可莫要因为这张嘴，为自家招来他天大祸。多谢王姑娘仗义直言，他们不过是一群闲得无聊的长舌妇，那些话你不必放在心上。谢家为国为民，镇守边关多年，福泽深厚，有谢家祖宗保佑，谢大人定会转危为安的。少夫人，是他有消息了吗？王姑娘，今日之情谊我记在心中，我想再去崖边等一等，便告辞了。少夫人，万望保重身体。少夫人，大人传信来了。这木棍上的金线依次代表着中毒、暂且无事、西南、洞、寻。你即刻带几名信得过之人去秘密寻世子，随后将他安置在城外，悄悄去办，莫要走漏了风声。是，少夫人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世子安危皆系于魏明大人之身，有劳了。大人与我有提携之恩，为大人肝脑涂地，是属下的本分，您无需客气。世子虽提携了你，但有你在他身侧，他也少了不少麻烦。此事便托付于你，万事小心。少夫人放心。
江密依旧到悬崖边等待谢之让的消息。各家探子见他有如望夫石一般站在那里，纷纷将消息传回给自家主子。阿密，别看！你闭嘴！他看见少夫人冲世子撒气，世子回头能不削他？你轻些。没事，阿密，我不疼。世子既然不疼，那你便动作麻利些吧。阿密，怎么哭了？阿密，你别哭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知道错了。阿密，你有什么错？你怎么会错？你什么都不说，摔下悬崖了，都知道叫人来喊我了。你是想让我替你收尸不成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提前和我知会一声。要不是这次出了意外，你是不是还想瞒我一辈子？谢之让你真讨厌。他下意识想要说出那句话，可是想到这次他死生不明，江密无论如何也说不出那个字。阿密，谢之让自然觉察到他的心思，一时心中更疼。是不是很疼？有一点疼，你亲亲我好不好？他想，这一生他都要栽在江密手上了。回去之后，无论谁来试探，你只管做出哀伤之色，叫人以为我真死了。至于其他人，你不必去管，也别单独去见太子或太子妃。我消失无踪，朝中上下有不少人会对指挥使这一位置下手，锦衣卫不可无手，无论是替代还是接任，新上任之人定会向你讨要我书房的那些文书。重要的我已提前叫人藏好，等他上门讨要之时，先将他打发走，过2日再遣人直接放到北政府司库房，之后他们再来同你要文书，你只管说你已尽数送达，旁的不必理睬。阿密，无论如何你都要保护好自己，你乖乖等我。好，夫君，我等你回家。江密趁着夜色匆匆回到南苑行宫，翌日一早便修书回家。3日之后，皇帝摆驾回宫。你确定谢之让死了？安插在宁安侯府的探子来报，谢家下人已经开始大肆采买白帆，宁安侯要发丧，姜氏不肯，2人大吵一架。都说谢家父子不和，还真是没错。那谢三性情乖张顽劣，他最喜爱的是长子，他巴不得谢三死了，好让这爵位传回给他的长孙。只要他发了丧，谢三便是活着回来又如何？一则无人承认他的地位，二则父子彻底决裂。谢家长孙只不过是个毛都没有长齐的孩子，待我爹爹将他们的产业尽数拢到手，殿下您便是如虎添翼，七皇子活着又如何，也争不过您去。之前只是想要老妻的命，想不到死的却是谢之让。若是岳父大人能借此将宁安侯府的产业吞并，倒也是意外之喜。他本是不愿意和太子妃行房的，可妻子帮他良多，他多少得给他几分颜面。而太子妃上次受他讥讽，虽心中屈辱，但仍是放下架子去学了些伺候人的手段。
他一定要和皇后一般，早早生下嫡长，如此他才能坐稳太子妃、皇后乃至太后之位。而另一边的太子却还有些不满，他偏好凌虐猎奇，这些手段却是不能施展在嫡妻身上。正当想去宠幸美妾之时，他忽然收到一封信，有意思。低头思故乡，微风短短几日，朝堂之上闹翻了天，最终皇帝下旨命陈信暂代锦衣卫指挥使之责。陈信上门讨要文书时，江密依着谢之让所言，借着整理文书之由将他打发走。过了几日，他特意挑陈信不在之时，命家中护卫将文书送至北镇抚司的库房。陈信收到文书，发现最重要的那些通通不见了，自然要找江密。此处乃宁安侯府，由不得你们撒野。锦衣卫办案，你胆敢阻拦？诸位若是来办案，还请带着文书登门，我等自当予以配合。但若是要强闯，也休怪我们不客气。锦衣卫乃陛下亲卫，可不受三法司管制。这侯府我们想查便查，想禁便禁。你若再敢妨碍我们办案，格杀勿论。我道何人在此喧哗？原来是陈同志，不知大人寻我有何贵干？北镇抚司上下多少人都喊他一声陈指挥使，便是那些不肯改口的，也只含糊称一声陈大人。谢之让身边这一个个还当真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谢少夫人，之前我同你要的那些文书缺了不少，这些都是锦衣卫经办之案的重要证据，还请少夫人如数归还。文书我都是整理好，叫人送到北镇抚司去了，怎么会少呢？莫不是有人从库房拿错了？谢少夫人，你同我装疯卖傻，可就没意思了。陈同志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将东西完好无损地送到府衙，如今东西少了，陈大人不自查，倒来我这里耍威风，当真是可笑。谢江氏，你休怪我不客气。陛下未将外子免职，他乃是你上官，如今他生死未明，你却跑到他府上来作威作福，也真是不怕遭人戳脊梁骨。那丢失的文书，谢少夫人最好还是再回去查看一番，若是当真遗漏在贵府，还请谢少夫人如数归还。今日登门还有一事，淮阴侯说当年分家之时，有不少契约文书遗漏在贵府，但他实在不想登门，便拜托本营替他将东西拿回，还请谢少夫人将这些契约寻出来。我倒是不知道锦衣卫这般助人为乐，竟代替顺天府帮人上门讨公道来了。说这真是伸张正义之事，倒也不坏，偏偏是替人当强盗来了。当年分家之时，一应产业全在官府过户登记造册，哪处田归淮阴侯府，哪处庄子归宁安侯府，皆有迹可循，还由不得他说什么便是什么。原来他们还打了这么一个主意，当初分家，淮阴侯府携一半家产投入太子麾下，以换得谢文宣的太子妃之位。谢之礼死后，谢之让被封为宁安侯世子，欲代替兄长守边。谢家世代镇守国门，声名赫赫，隐有功高盖主之势。皇帝忌惮谢家多年，淮阴侯当时状告宁安侯府牙兵于制，意图谋反，无疑是给皇帝一个对谢家下手的由头。宁安侯府受此重创，奄奄一息。谢之让为保全全家性命，不惜卖身于皇帝。倒是淮阴侯借此顺利脱离谢家，还得一个侯爵之位。如今竟还要侵占谢家家产，当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陈大人，
倘若您不清楚锦衣卫的职责，又识人不清，还是趁早将这暂代指挥使一责交给别人吧。你若执意如此，休怪我不给你颜面，给我搜！陈信，你敢在我府上造次，真当我死了不成？标下公营使为府。怎么可能？他亲自带人在崖底搜寻，大片大片的血，被野兽撕咬破烂的衣裳和肉渣，谢之让怎么可能不死？你没死？哼，陈同志对我这般心心念念，我怎能那么容易就死？你这蠢出升天的东西，也想做指挥使的位置，上赶着找死，倒不如知会我一声，我一刀给你个痛快。这指挥使的位置本该就是我的，你不过就是仗着陛下的宠爱，凭什么指点我？给我拿下！当初陈信父亲病逝，锦衣卫指挥使一职空悬。彼时皇帝正和一位老臣斗法，虽将那名大臣关押在诏狱之中，但碍于名声，皇帝奈他不何。得知此事的谢之让哭坐一整日，而后趁夜色闯入诏狱之中，以一当十砍下老臣头颅，以此为投名状，求得一个面圣的机会。陛下，微臣用此项上人头，向您讨一个锦衣卫指挥使的位置。今夜你强闯诏狱，杀害朝中大臣，你竟还敢同朕讨要官职？微臣今日前来，自是抱着必死之心，然臣今日所提一事，与陛下百利而无一害，愿陛下给臣一个机会，将此中利害关系阐明。届时，若陛下仍觉不妥，再下令处死臣也不迟。你说吧，朕给你这个机会。他做锦衣卫指挥使，谢家便再无人能戍边，也就意味着谢家从兵权交接中淡出。他愿意做任何事情，可以替皇帝处理他不能直接出手的阴私，既不会脏了皇帝的手，又能让他这个谢家四子臭名昭著，抹黑光洁无瑕的谢家。而且谢家到底为国有功，虽有超出理智之术的牙兵，但归根结底是为了戍边打仗才准备的。若皇帝真因此斩杀谢家满门，一定会惹来天下人的非议，可不惩罚又是对皇权的蔑视。谢之让此番提议，可谓是给皇帝递了一个台阶，削爵申斥10亿砍半，再为谢之让寻一份看起来体面的差事。皇帝既得了面子，又得了里子，再好不过。但他是真龙天子，岂能由臣下牵着鼻子走？故而他以无毒秘药为条件，逼迫谢之让服软。阿敏，你羞什么呢？一群群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，怪到世子有娘子，这群臭小子没有呢。啊，怎么了？风萧，人娇，夜灯红手挽轻飘，最逍遥，最逍遥，飞上这只一朝正，去紧靠边。半不觉，半不觉，点点几相思，也许去，出这思君君去。风谁远去？
我看若不是天使前来召他，让哥儿可舍不得把你放出来见我。娘，这狗崽子也不知收敛些。元娘，你身子弱，也别总是纵着他。我知道了，娘。你呀，就是面子薄了点儿，我巴不得见你们小夫妻俩恩恩爱爱呢。让哥儿此次出意外，族中不少人骚动，在打世子之位的主意，有说要将世子之位传回给淼哥的，有说要给你们过继子嗣，让你将他抚养长大的。一波波的人见天的上来打听，休说我让哥没死，即便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尸骨未寒便来动心思，是让人恼恨。但到底财帛动人心，有多少人能抵住这诱惑的？这次的事情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，让哥儿子嗣有爱，究竟是传位给淼哥儿，还是过继子嗣，你该叫他早早打算起来的，不然你一个弱女子没有孩子撑着，该怎么活下去？纵使我和你公爹能保佑你一时，可我们迟早是要死的，到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再者，让哥儿已经23了，若是要过继，也是该抱孩子过来了。等你们年纪再大些，怕是就要没精力了，得早做打算。娘，我知道您说的都对，只是这种事传出去总归是不好听的，我怕风言风语的他心里难过，我会同他提一嘴的，只是到底如何还是看他怎么想吧。若真要过继，便说是我怀不上孩子，如此他也不必在外面受人耻笑。你呀，不必委屈自己的，元娘，让哥那个性子没人敢去嚼他的舌根儿。我知道没人敢当着他的面说，但锦衣卫手眼通天，那些话总会传到他耳朵里的。我不一样，我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便不会觉得委屈，我舍不得他难过。好孩子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他是一刻都离不得你的，刚回家便到我这里来讨你了。母亲，我先带阿蜜回去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我还不愿意你在我跟前儿杵着呢。谢母亲大人。世子，侯爷请您去书房说话。还让不让他和阿蜜好好待一会儿了？选我何事？伤势如何？这老头转性了不成？还行吧，死不了。坐好。找我到底什么事？元娘那日寻我，同我说了你的境遇和谋划，想我陪她一起演一出戏。她说你需要我，这么多年，这是第一次你向我这个父亲寻求帮助啊。说来惭愧，我是做父亲的，却要你的护佑。我给你取名让，取自子夜，还给你的院子题名君景轩。君景如夜，文华若锦，每一个名和字都是盼望你和你大哥一般。但你这小子好像生来就不知道谦让是什么。我知道你做这锦衣卫指挥时受尽天下骂名，可何府性命得以保全，全是因为你豁得出去。我不愿意这样的污名苟活，若我当真铁骨铮铮，便该自刎以全贞洁。可我不敢，若我死了，你母亲该如何？淼哥和婉姐该如何？子夜，你又该如何？我知道你去锦衣卫当差，是想使谢家名声有损，不致惹人眼。可我死后，这侯爵之位便该传给你。20出头的侯爷呀，多么惹人注目！家主之印，封邑牙兵，还有昔年在边疆的人脉，都要尽数交给你。到那时，皇帝还会觉得你好掌控吗？他若对你心生忌惮，你更加举步维艰。所以我得活着，在你头上压着你呀，子夜。这么多年，
我都活在这般煎熬之中，可归根到底，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无能，是我对不住你，子夜，我对不住你。对自己惯来没好脸色的父亲，竟然在同自己剖心析肝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哭什么？臊得慌。说没事，我便先走了。还有一事。磨磨唧唧的，烦不烦？不说我走了。你母亲她生气了，你可有法子让她开怀些？什么？我瞧你和元娘夫妻和睦，问你有没有能叫妻子不生气的法子？孩子都生了3个了，玩什么知母上爱的把戏？就是得不要脸，才能拢住家人的心。谢家本不欲参与这夺嫡之争，但你既已趟了这趟浑水，为你母亲，为元娘，还望你能保全性命，莫要让他们替你担心。谢之让借着胸口的伤告假多日，一直在家中黏着江蜜。爷爷，谢大人坏！我这是锻炼他的忍耐力。11殿下，我替你打他啦。爷爷最好，我最喜欢爷爷。俩小混蛋！夫君，你若再不上心，7殿下可该反败为胜了。有时候生不是生，死不是死，义字定乾坤。小胜一筹，莫要得意。此次谢之让顺势将计就计，将陈信等叛徒铲除，斩断东宫安插在锦衣卫的眼线，还借此将七皇子寄到贵妃膝下，得到贵妃母家支持。刺杀一事乃太子手笔，皇帝心知肚明，将太子召入宫中，好一通训斥。之后又对太子所办之事多有苛责，朝中渐渐有不利于太子的声音出现。但皇帝不会让任何一方得意太久，下一回便该是七皇子了。七皇子恍然大悟，先生教诲，我铭记于心，多谢先生提点。7殿下，前些日子您先生坠崖，便没顾上3月3，如今得闲，我做了一只福袋香囊，这福字殿下可觉得眼熟？他自然看出来了，这是谢之让的笔记。自母妃死后，有多少年没有人这般诚心关心过他？若宫中给你安排通房丫鬟，你别和他们私会。我知道的，先生。他想，等到日后，他也要娶一个他心仪的女子做妻，他们也同谢先生和谢夫人一样，相扶相持，共伴一生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难得出宫，我带你去街上游玩，可好？好。只希望他和太子的争斗不会波及到11吧。当初说的多好听，什么一石二鸟一箭双雕，到头来谢之让没死，老妻还被贵妃收到膝下抚养。老妻今年已经13，到了该知事的年纪了，再过几年他便娶妻生子。我这个东宫太子比他大了9岁，子嗣却不封，那我虚长了这些年纪，便是个笑话。你若不能生孩子，后院那么多女人，加上外面的，总有几个能生的吧？届时是要我休了你，还是让你抚养隔了层肚皮的孩子？殿下，臣妾母亲最近寻到一生子秘药，那便试试好了。太子妃疼得落泪，太子见他这般，只觉索然无趣。
她就这般看着她的丈夫在她床上和别的女人厮混，忽然觉得身侧之人恶心至极，满腔气息令她几欲作呕。夫君，正巧你来了，帮我把那件贴礼拿过来。这等琐事啊，放着丫鬟做便是啊，别累着你了。谢之让回家那日，两人一通胡闹，导致他伤口崩开，惹得溥仪好一顿念叨。自那之后，江蜜便不惯着谢之让了，不论他怎么说，就是不肯。好不好？这就累了。身无人相送，海茫茫，何处能相逢？我怕时间太匆，我怕回头两手，只是一丝酒，我怕心事已成，我怕肉。就会变老，我怕青春在你有。世子，什么事？前次你将王姑娘的信带给我，我亦有些话同她说，能否劳烦三弟妹帮我把信交给王姑娘？谢之言不提那信还好，一提谢之让恨不得抽他一顿。为这事儿，江蜜和他闹了多久的不愉快？要送你自己送去，当我是信差不成？对不起世子，当年之事我没有想过要陷害你，无论如何那是我的过错，今日之事打扰了。你和他打算如何？我不甘心，还想再试一次，若还是不行，那便是我和他有缘无分。先放那吧。多谢三弟，不是，多谢世子。世子呢？阿蜜，这是想我了？要不是怕你伤口再崩开，才不想你呢。好，阿蜜，今日我不闹你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去哪里呀？等你到了就知道了。什么呀，神神秘秘的。好美呀，夫君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将这处山头买了下来，然后打算在山脚下建一座小木屋，等明年你再想看桃花，便可在此处住上几日。夫君，你怎么这么好呀？老天爷居然把全天下最好最好的夫君派到我身边来，我肯定是上辈子做了大好事了，才能遇见你呀。山间晨风一路到四周，草色轻遮不住那白容影踪。我忽然间撞入你满目的从容，
彼时春与人间相逢。随着谢之让胸口剑伤痊愈，他再也不能时时刻刻在家中黏着江蜜。哎呦，二嫂，这话也亏得你说得出口。那王家大姑娘是谁呀？是让哥曾经订了婚的姑娘。弟弟不要的女人，说是给自家哥哥，您让严哥脸上能好看不成？咱们谢家还要不要点脸面了？那王家姑娘也不是让哥不要的，是他俩没缘分，陛下赐婚，让哥这才推了这门亲事的。而且这都多久过去了，当初这门亲事大家也是该忘得差不多了。忘得差不多？当初下聘多大的排场，京城多少人知道王谢两家联姻之事？在外人看来，让哥和王家姑娘那就是板上钉钉的夫妻。都说好女不是二夫，他还专挑我们谢家一门兄弟。这等不安分的姑娘，岂能进我谢家门，做我谢家妇？还未成婚，什么叫做板上钉钉的夫妻？元娘才是让哥的元妻，你胡沁什么？大嫂，这话是我不对，可你想，那王家姑娘进门，让哥脸上又哪里好看？这住一起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让他们四个日后如何相处啊？总之，这门亲事要我说，就是极其不好。让哥，你怎么想？又不是我儿子，我能怎么想？言下之意，除了谢之言的爹娘，谁也没资格多管什么。让哥，哎呀，4个儿子不够你管，还想管别人家的儿子不成？4个儿子，他只生了3个，哪里来的4个？不就是那个硬塞给他的柳恒？他们一家家的和和睦睦，凭什么只有他这里鸡飞狗跳？老二家的，你可想好要为严哥聘王家女？母亲，我想好了，我只有严哥一个孩子，自是希望他事事顺心。那位王家大姑娘我也见过的，当初能叫母亲您亲自去聘她做谢家妇，想来品性也是极好的。让哥，元娘虽说是你们二哥娶妻，但王家姑娘身份特殊，你2人可能心无芥蒂地对待严哥和王姑娘。祖母，夫君同我说过的，我不介意王姑娘曾经同夫君订过婚事，而且先前在南苑时，有几个人对我出言不逊，是王姑娘替我出头，她是心善之人，孙媳同她定能处好关系。既如此，那便拟一份聘礼，再请官媒挑个好日子去永顺侯府提亲，此事便由元娘和老二媳妇一同操办。老夫人一锤定音，此事便定下了。你到底嫁不嫁？我不嫁，我说了，倘若不是谢家二郎，我便是绞了头发做姑子，也绝不嫁。父亲若收了他张家的信物，那女儿便只能一具尸体嫁过。全是你惯的，你看看你教出个什么样子的女儿。真儿，你就这般死心眼儿，认定了谢家二郎了？娘，当年阴差阳错之下，我同谢世子定亲，碍于谢家权势，我认了。可这么多年我都放不下他，我就想再试一次。那谢家是好，可你曾经是他3弟的未婚妻，这身份，谢家长辈定然介意。他愿意为了你和他们去争吗？说不得那谢二已经有了如花美眷。不会的，此亲不会的。真儿，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托那谢家世子给谢二送信，他可有给你回信？娘不会害你的，忘了他吧。我不要，不要。你再好好想想吧。说实话，他都不知道那封信到底有没有交到谢之言手里。谢世子坠崖，是否把那封信丢了？他在生死之中走一遭，是否会把这件事忘掉？还有谢之言，他愿意再努力一次吗？那臭小子送来的信呢？我收着呢。他这么犟，无非是觉得谢二会来娶她，只要一直没回应，他总会松口的。唉，
我还以为他怎么着也得闹个300回合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定了，没意思。当看戏好玩呢，二哥和王姑娘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是好事啊。没说不好，就是想着他跪一跪便什么都有了，这要换成是我，你还想娶谁？你，只娶你，你这小乖乖，哭起来像刀子似的扎我，可不敢娶别人。二哥体弱，二叔二婶这才偏疼他，生怕他心中郁结更损身体。而且呀，二哥昨日说了，若不是王姑娘，他此生都不娶妻。二叔气得压着二哥便要打，结果没打2下呢，二哥就犯病了，可给他们俩吓坏了。二叔二婶这才答应的。父亲也是疼你的，只是他不善言辞罢了。他听闻你追牙时险些摔倒呢，你小时候练武用过的木刀弓箭都被他好好放着呢。还有你养伤那段日子，他不好意思来看你，便总是问我你的情况。你想啊，你对阿淼便总是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。你让他去跪祠堂，不还是默许我去给他送吃的送药，给他垫垫子？你小时候父亲打了你，然后叫母亲来安慰你，都是一样的。但他有时候不分青红皂白打你也不好，不过日后你有我呀，我疼你，父亲要是再想打你，我帮你挡着，好不好呀，父亲？你这身嫩皮子，我随手摸一下你就喊疼，要真挨了老头子的打，可不得掉眼泪啊！你是想剜我的心不成？哪里就这么娇气了？世子夫人，不好了，王家大姑娘自枪，二公子得了消息，跑到王家去了。